这是一个靠鸟屎成为世界首富的国家——瑙鲁，太平洋的一个岛国。要说瑙鲁人有多奢侈，劳斯莱斯买回去都是用来烧的。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加好油买回去，等油用完以后把车烧掉，再买一台。这就是瑙鲁人民的奢侈生活。那么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呢？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主角。如果喜欢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瑙鲁在太平洋赤道以南60公里，有一块独立的珊瑚礁岛组成，长6公里，宽4公里，海岸线约长30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岛国。那么它是怎么富起来的呢？鸟屎。海鸟们在这个小岛上停留歇息、上厕所，经过上千年的堆积，鸟屎变成了磷矿石。磷是重要的化工原料，除了能做磷肥之外，在造纸、弹药、阻燃等方面也有广泛的使用。1798年，英国人约翰·费恩发现了瑙鲁，估计他发现瑙鲁的时候和《桃花源记》的50人心情差不多，所以才将它命名为快乐岛。1888年，快乐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人发现这岛上什么都没有啊，对此很失望。直到19世纪90年代，有人发现了在瑙鲁岛上有着丰富的磷矿资源。在1901年，英国人获得批准在瑙鲁开采磷矿。在开采了10几年之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人雇用澳大利亚占领这瑙鲁，这下子采矿再也不用取得德国人的批准了。虽然英德两国都在瑙鲁开采磷矿，但都并不是那种恨不得把磷矿全部运回自己国家，而是选择了可持续发展。海鸟一边拉，他们一边采，开个玩笑啊。1919年，国际联盟将瑙鲁交给了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同管理。磷矿的开采呢，由英国人负责。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根本无暇顾及这么个小国，日本人呢又把这里占领了。直到1945年，澳大利亚杀了回来。1947年，瑙鲁被联合国又交给了澳、英、新3国。不过这次的磷矿开采权呢，是由澳大利亚负责。到了1964年，在全球独立的大背景下，瑙鲁人开始了争夺独立和磷矿的斗争。在1968年1月，瑙鲁在获得联合国的同意后宣布独立。2年后，瑙鲁拿回了磷矿的控制权。小小的瑙鲁岛上还是硬被分成了14个区。瑙鲁的首都设在其中的亚伦区，感觉就是我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一样。当时的瑙鲁呢，差不多只有8000人，其中1000多人还是公务员。这些公务员呢，是岛上唯一有工作的。瑙鲁的公务员也是想上班就去，不想上班也没人管，工资什么的照发。哎呀，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啊！公务员以外的瑙鲁人虽然没有工作，过得也是极其风光啊，全靠国家养着。在磷矿被瑙鲁夺回之后呢，瑙鲁就开始了疯狂的开采。在他们眼里可没有什么可持续发展，所到之处到处都是钱，连开采磷矿的工人也是从其他的国家雇来的。上班上个锤子班，瑙鲁人躺着就把钱给赚了。也正是因为长期躺着，导致瑙鲁的肥胖率在全球都是数1数2的。谁能想到一个在太平洋当中的岛国，想吃鱼都要从澳大利亚进口，还有其他的食品等等。富起来的瑙鲁在各个方面都是免费的，只要你能想到的它都是免费的。岛上没有医生，那就请其他国家的专家助导。岛上没有办法医疗的，那就坐着飞机到其他国家治疗。这些全都是免费的。有些人终其一生就是为了吃个饱饭，而在瑙鲁你啥都不用干就全部都有了。难道瑙鲁几千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发动瑙鲁人运动运动、劳动劳动吗？还真没有。一个部落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之后，能有几个接受过正常教育？后来瑙鲁在岛上对6到16岁的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当时岛上有一座师范学校和一个老师，对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送到澳大利亚等国家，全部费用由国家承担。后来南太平洋大学在瑙鲁设立了分校，这些全部都是在磷矿的基础上。在1975年，瑙鲁的人均 GDP 是35700澳元，比当时好多发达国家都要高，这就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了。要是我一夜之间也有这么多钱，我也这样，一天什么都不用干，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使得瑙鲁的生活十分的无聊，吃成了瑙鲁人民唯一的乐趣。在瑙鲁磷矿开采最多的时期，也是瑙鲁过得最快活的时期。快活倒是快活了，但瑙鲁的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
当时瑙鲁的肥胖率和糖尿病发病率呢都是世界第一。后来他们找到了新的消遣方式，炫富。比如说我们上面说到的烧车事件，还有买了车因为太胖坐不进去就一直放在外边的，还有当着游客的面拿美金烧火的。小马哥为他点一个赞。反正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炫富手段。他们的政府呢也是十分奢侈，政府购买了5架波音737，开了2条航线，一条澳大利亚，一条美国。在岛上快活的瑙鲁百姓可没有什么心思坐飞机啊，这导致飞机的上座率十分的低。但是就算没人坐飞机，飞机每天还是照飞不误，反正就是有钱。同时瑙鲁设立了信托基金，为磷矿被挖完以后做准备。但现在的瑙鲁 GDP 1/4都要靠澳大利亚来援助，可见当时的准备都付诸东流了。当时的瑙鲁班都不上，会计当然也是没有的，所以他们就委托澳大利亚派了一名会计来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信托基金。本来呢该是钱生钱，就算不生钱吧，也至少把本来的钱保住吧。可是瑙鲁人就是架不住暴发户的本性，这边浪一下，那边霍一下。他们在澳大利亚的核心地区买了块地，建了一个能够容纳全部瑙鲁国民的瑙鲁大厦。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毕竟那么多钱再怎么霍也不会没得那么快。主要是他们投资了8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和台湾股市。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催生了国内的房地产泡沫。日本的房价呢是一个劲儿的往上飙。后来日本的炒房大军全军覆没，瑙鲁的投资也是在其中。台湾的股市和日本的房地产也差不多，一开始疯狂的涨，后来自己把握不住就炸了，连续多天跌停，瑙鲁的信托基金就这样跟着就没了。随着瑙鲁的磷矿一天天的消耗殆尽，在1989年瑙鲁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在1995年瑙鲁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瑙鲁政府将以前的飞机、轮船还有大厦全都卖了还债。瑙鲁之后就开始向各个国家组织借钱，刚开始还是有人愿意借给他们，毕竟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笔巨大的债款。后来磷矿的价格是一天不如一天，瑙鲁怎么也还不上，借给他们的人也就少了。到了1989年的时候，瑙鲁还曾经向国际法院起诉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对岛上因为磷矿石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赔偿，这属实是急了眼了。其实对瑙鲁岛上造成最大威胁的还是瑙鲁人自己，一天天就想着挖磷矿石赚钱。他们本来想把磷矿石挖完以后，拿着钱去澳大利亚的瑙鲁大厦，岛上挖成什么样他们可不管。可惜美梦破碎，没有把小钱钱给守住，岛上环境因为磷矿的开采满目疮痍，是东一个坑西一个坑的。这还没完，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它还有国家主权可以卖。瑙鲁政府就开始出售国家主权只要你交钱，只要是我能给的都给你。瑙鲁也就成了黑帮大佬们避税天堂和洗钱的基地。现在的瑙鲁只能在澳大利亚的资助下苟延残喘，一朝梦醒是再也回不来了。那么大家对瑙鲁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